相傳世界上第一部吸血鬼題材的電影居然請來了真的吸血鬼，即使放到110年後的今天，如果你盯着電影中的主角看上一會兒，仍會感到後背發涼。他所有的行為舉止都極其的恐怖詭異，瘦長佝偻的軀體，面部凹陷的眼窩，空洞蒼白的神情，僵硬的四肢以及手上長長的指甲，讓所有人都覺得眼前的吸血鬼並不是由人類飾演的。但奇怪的事情卻遠不止於此，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，人們根本查詢不到演員的真實身份。現在讓我們把時間拉回到上個世紀初期，電影作為一種新興產物，很快進入到了人們的視野中。那個時代和如今不同，行業的空白使得大量的創作者編寫了優秀的劇本。任何種類的電影對於觀眾來說都是新鮮的，所以就在1922年的時候，德國拍攝了歷史上第一部以吸血鬼為主題的電影，名稱叫做《諾斯菲拉圖》。這部詭異電影的導演非常有名，出生於德國的茂瑙是近100年來電影人的代表人物之一。第一届奧斯卡的最佳影片就是出自他手，憑借《日出》一舉拿下了小金人。傳聞茂瑙之所以拍攝吸血鬼電影，是因為厭煩了愛情片和文藝片，電影院中整天放映的都是一些卿卿我我，所以他想拍攝一部全新種類的電影。再加上1897年吸血鬼小說《德古拉》的影響，茂瑙於是決定自己創建一個全新的角色。想法有了之後，茂瑙幹出了和如今電影行業相同的做法，那便是宣傳和造勢。他先是大力宣傳吸血鬼德古拉的故事，通過故事把吸血鬼这一形象逐漸清晰化、具象化，讓所有人都知道了吸血鬼生活在夜間，白天無法出行，害怕太陽以及殺害人類、吸取人血，甚至還把那些歐洲的古老城堡說成吸血鬼的聚集地。逐渐所有人都相信了茂瑙的言辞，人們一度認為那些住在城堡中的貴族就是吸血鬼。就這樣，時間到了1922年，電影《諾斯菲拉圖》的劇本完成了創作，可在挑選男主角的時候卻遇到了麻煩。首先，那個時候沒人願意扮演吸血鬼，他們覺得這種形象對於演員有着毀滅性的打擊，並且很多男演員信奉基督教，所以導演茂瑙試鏡了上百個演員都沒能滿意。於是他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，那便是從无名之輩中挑選一個合適的，哪怕是從來沒拍過戲的路人甲都行。3個月後，茂瑙親自帶來了一個人，他的名字叫做馬克思·夏瑞克。不出意外，這個男子從沒演過戲，也沒有在任何電影中跑過龍套，甚至他本身都不愛看電影。但詭異的地方還遠不止於此，因為夏瑞克總是沉默不語，對於任何人的溝通都是點頭示意，並且休息的時候也都是獨來獨往，一有空就跑到樹林裡閒逛，沒人知道他的想法和出身，仿佛從世界上突然出現的一般。更奇怪的是，夏瑞克只在夜間拍攝，白天的時候就在自己的房間裡看劇本或者休息，而在演戲的過程中沒人見過他真實模樣，因為夏瑞克總是一副化好妝等待拍攝的狀態，高挑佝偻的身材，面部蒼白且眼窩凹陷，空洞的眼神，不言不語，僵直且下垂的雙臂配合長長的指甲，光是夏瑞克的外部形象都完全100%符合當时人们心中對於吸血鬼的設定，所以導致在接下來的100年中有非常多人質疑男主角的身份，原因便是他為什麼可以演得如此逼真，甚至堪比真的吸血鬼。而在電影播出之後，很多人都在尋找馬克思·夏瑞克，可卻發現根本找不到這個人，就如同他突然離奇出現般，又從人間蒸發了。在電影播出的40多年後，全球10大影評人羅傑·埃伯特對這部電影感慨頗深。他認為諾斯菲拉圖沒有其他恐怖電影中俗套的一驚一乍，也沒有設置各種血腥的畫面被迫讓觀眾害怕，而是單單憑借男主角飾演的吸血鬼就能讓人不寒而慄。但男主角夏瑞克的身份直到現在也是個謎，就算如今關於他的照片也是在拍攝吸血鬼電影時留下的，而知道他真實身份的只有一個人，那便是導演。時間到了1931年，諾斯菲拉圖的導演茂瑙死於一場車禍，年僅42歲。但詭異的事情也就從此開始了，他的遺體沒有回到德國老家，而是被埋葬到了意大利的某個城堡之下，沒人知道他為什麼這麼做。而在2015年7月的時候，茂瑙的頭顱被人從城堡之下的墓地中盜走，警方只在棺材附近發現了一支蠟燭。但詭異的是，這種情況就曾出現在電影《諾斯菲拉圖》中，沒法解釋也解釋不了。